曲丽君从你面前走过，你没认出来？对不起，师傅，没见过曲丽君本人，我只见过照片。我看背影觉得可能是她，当时我被服务员给打断了，就没能联系到一起。我以为是酒店别的客人。喂，高志，我申请排查曲丽君的行踪，他应该就是抛尸人。他已经知道我们在找傅文江了，我怀疑他已经出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张，你跟李思义在东江带队，我带吴东去云州守着，以防万一。走。 高志，已经查到曲丽君的航班信息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几点航班5点10分。行，让机场公安盯紧啊。收到。嗯。曲丽君往下面去了。哎，等等！师傅，哎，这是我订的车呀。哦。哎，师傅，咱们拼个车行不行？哎，我有急事啊。哎呀，不用，可以，你拿这个不，没事啊。哎，师傅，开车吧。 谢谢啊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这放在前面啊。这大箱子要出去，怎么又不走了？啊，临时决定，有急事不走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想拼车了，我下车啊。踏实坐着吧，我会给你送到地方。哎，我还没说呢，你怎么知道我去哪儿啊？不仅我知道，他也知道。别着急。 把尸体运走的是你爸。他们可能因为我杀了人，想替我掩盖罪行。是啊，尸体在水箱里，你让他们怎么想？我给他打了电话，联系不上。联系不上只有两种可能。 要么他在躲避追踪，把手机关了；要么就是被抓了。如果真的被抓了，他会怎么说？
我妈给我发了条信息，再好好想想，那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？接触过尸体的人跟普通人可不大一样吧？你女婿那时候已经死了2天了，身上的味儿很难闻吧？样子很难看，那一身的臭味儿能洗干净吗？说实话。警察同志，我爱干净，用消毒水也犯法吗？嗯？看来今天晚上得通宵了。周斌回来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周队说在云州代理未留，争取找到攻破曲立军的实证。蒋队，哎，周队，辛苦了。蒋队，你看看这个。7月17号晚上，因为怀疑曲通和苏木星有联络，防备他们俩偷偷见面，我跟吴东就在这儿待了整整1个晚上加1个上午，一直到7月18号下午，吴东是记录了所有的进出小区的车辆和人员，当天没有发现曲立军和曲立军的车进到小区里面。但是早晨6点到9点之间吧，有3辆出租车进过小区。我怀疑曲立军是不是坐出租车进来？这样，我现在去一趟出租车公司，重点排查一下你说的这3辆出租车。这个曲立军什么背景啊？曲立军呢，以前是咱们云州机械厂的工人，铆工。然后84年，他跟厂里的人里应外合，倒卖厂里的废材料，被厂里开除了。之后呢，他就拿家里的存款去广东去做生意。这嘉禾双轨成长起来的呀，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怪不得能经得住2个小时强攻呢。这个曲立军在前几年算是云州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是根据卓尔老人的说法，虽然表面上他是卓尔的创始人，但其实真正把生意做起来是他老婆沈清，而不是他。到了啊！哎，徐涛，你确定就是这儿吗？没错。我从小在这儿长大，这是我以前的家，马上就要拆了。我妈说这个家快要没了，说的就是这儿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还是别让他看到你了。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哎，你认为这个曲立军有没有杀人嫌疑？没有。通过走访的情况来看呢，虽然苏木新掌控了公司的实权，但是他们翁婿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矛盾，而且案发当时曲立军也有不在场证明。根据这些情况来看，曲立军更有可能是在替别人打烊。徐彤，
妈，你还算不傻。现在能说实话了吗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我们吵了一架，给我动了杀心了。在你的心里，已经杀过10000次了吧？他喝了自己带回来的一瓶酒，突然间，说不清楚，但人应该不是我杀的，所以现在那些证物很重要，就是跟尸体在一起那些东西。妈，爸有没有跟你说他是怎么处理证物的？全扔到江里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不应该去动尸体，更不应该去动那些证物。那你把尸体放到水箱里，就能解决问题，就不会被人发现了。我们本来打算去善后的。你们是苏木凡吗？警察跟你说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惊讶。苏木心竟然有一个双胞胎哥哥。这2天，你就跟他在一起。案发当天，他就在现场。这也太巧了，苏木心一死，20多年没露面的哥哥就出现了。妈，不是苏木凡。你怎么知道不是他？周警官说了，他是施月安真正的嫌疑人。他还杀了施月，2个人全都是他杀的。妈，施月不是他杀的，那是意外。如果他真的杀了苏木心，他完全可以栽赃给我呀，而不是帮我。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他就在现场，他是凶手，这很合理。他不是凶手。哎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说太多，但是我能告诉你，人真的不是他杀的。而且我不能把一个杀人罪名栽赃给一个无辜的人。你不要太糊涂了，他是不是胁迫你了？没有，他真的没有胁迫我，他真的在帮我。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他从根本上就恨透了苏木心，他完全有这个动机。你是被他骗了。你别再说了，我了解他。你了解什么？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。你以为还是你们高中时候吗？你说什么？你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问
你是怎么？现在，这个不是重点。回头，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，告诉我，想一下对策。你是不要知道？你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听见吗？告诉我！等一下，你怕死了？原来是你。16年前，我还是想学气象，气象可以站在很多地方，高山上、大海边，我都想去看看。你呢？我当然想学设计了。你那么喜欢画画，那咱们还能去同一个城市吗？能，我去打听打听，哪个学校有这两个专业。要离云州远一点。好。快！怎么了？我领去。那我得回去了，咱们晚上见面再商量吧。马上下雨了，你把这个拿着。咱们晚上航标台见。我走了。哎，沈姐，今天我看到你家厨童和他对象了。你胡说什么啊？你家厨童人不大，本事不小哦。那个对象长得很精神，眼光比你强多了。胡说八道！哟，没吃的对象哦，那两个人说话啷个那么亲噻？你什么逻辑啊？说两句话就是对象了？你倒挺会给人扣帽子的。妈，你不跟我爸去看电影啊？我们去看电影，你正好跟那个叫苏木星的去见面，对吗？你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待着，哪都不能去。妈，我去拿我的雨伞，我把雨伞借给我同学了，女同学。你别在我这儿找借口，你怎么想的，我还不知道。
照你说的去了那个地方，但是没碰见人呢。你说是不是这雨下得太大，人家不方便出门呢？哎呀，不可能的，我们俩都说好了，他肯定会去的。哦，那也许是爸爸走错了地方，跟他错过了。爸，你就再帮帮我呀！哎呀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不能再这样逼我了。这把伞得藏起来，无论如何不能影响到彤彤。彤彤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你听我的，我不会害你的。算了。一辈子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好。我是你妈妈，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在乎你的人。我在乎的只有你自己。8岁的时候，你走了，9岁的时候才回来的。所有人都说你是为我回来的，你是舍不得孩子。是我爸给你发电报说我病了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这么跟我说的，就好像是我害的你窝在这个小地方，是我欠你的，我应该补偿。可其实是你调动失败了，你以前指望的人都不灵，你没有地方可去，你也没有钱，你只能回来。你灰溜溜的回到这个云州小县城，靠控制我和我爸过日子，你永远都不满意。你以前不同意我跟陆星在一起，不就是因为他们家里穷吗？可是8年前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假的，你还要逼我跟他结婚。你觉得他对你有利，那就是你手上的资源。他能帮你扬眉吐气，让你当个人上人，你为了你自己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从来不管他人的死活。现在，这东西，你又想让我顶罪，好让你不至于有个杀人犯的你。看看我妈多厉害，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，这么的在乎我，真是我的荣幸。我告诉你，母亲她没有杀人，她的眼睛是被郝美丽砸瞎的。诗月就是郝美丽，她因为当年的事情被发现了，自己吓死。她卷入这个事情完全是因为我绝不会让你利用她，绝不会。我不配做你的女儿。别联系了。
你真的不知道彤彤对你有什么意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说你和过去不一样，明白吗？你不像高中时候的苏木心。妈，您这么说，我就更不明白您的意思，我就更加糊涂了。86年的时候，苏木心发生了意外，双目失明了。我问了医生，这种神经损伤是不可能恢复的。原来是这个原因，但是现在科学那么发达，不能因为这个说我不是苏木心啊，是吧？我没说你不是苏木心，我是说你原本可以做得更像你。我给你一样东西。陆征恐怕很难找回来了，还有你爸爸，不用太担心了。他只要配合的话，罪名不会太重。我们现在回老陈那儿，他说他在西北有个亲戚，都已经说好了。我们可以去投奔。
亲。这一次，妈妈不会放过他。背着背包不